选妃现场，太子轩辕夜把玉如意给了太傅庶女林婉婉。我这个板上钉钉的太子妃成了笑话。正愣间，眼前突然冒出一排弹幕：女主宝宝别担心，男主只是想看你委屈巴巴抹眼泪而已。是啊，太子还是个没长大的孩子，喜欢谁就捉弄谁。女主宝宝直接把玉如意抢过来啊，太子就喜欢你胡搅蛮缠的样子。哦，那他够贱的。我莞尔一笑，在众人神色各异的目光中脸衣跪下。臣女祝太子太子妃永结同心，琴瑟和鸣。大家好，欢迎收看皮皮听书。听到我的话，轩辕夜傲慢得意的笑容瞬间僵在脸上，就连端坐在上首的皇后神色也难看起来。皇帝不止轩辕夜一个儿子，轩辕夜虽然占了个嫡出的名头，却远不及陈妃所生的三皇子得皇帝宠爱。直到我跟轩辕夜的婚事定下来，他身后多了将军府这重依仗，太子之位才算稳固。今日的选妃宴无非就是走个过场，只待轩辕夜把象征太子妃尊位的玉如意交到我手里，便可请旨册封。谁也没想到轩辕夜会在这样的关键时刻故意给我难堪。现场寂静一片，落针可闻，显得我面前凭空出现的弹幕格外聒噪。天啊，什么情况？女主宝宝怎么能让太子娶别人呢？女主有没有心啊？太子有多爱你，你难道不清楚吗？你快抬头看看他，他整个人都要碎掉了。我没有如弹幕所愿抬头，只听到轩辕夜冷漠中带着几分狂躁的声音从头顶响起：苏雪凝，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好好的人，怎么年纪轻轻就聋了呢？真是晦气。为了让轩辕夜听得更清楚些，我清了清嗓子，提高了声音，一字一顿：臣女苏雪凝，恭祝太子太子妃永结同心，琴瑟和鸣。说罢，我看向刚刚还得意洋洋给了我个挑衅眼神的林婉婉，柔声道：太子妃娘娘，还不快叩谢太子殿下和皇后娘娘恩典。林婉婉深爱轩辕夜，平日里没少打着太傅的幌子靠近他，可谓18般武艺都用尽了。可惜以她庶女的身份，正常情况下别说当太子妃，就是当侧妃都不够资格。不赶紧趁着轩辕夜犯糊涂的机会，牢牢把这做梦都梦不到的好事做实了，还等什么？没办法，我这个人就是太善良了。友情提醒，不用谢。林婉婉虽然对我敌意满满，但到底还是长了脑子的，知道我这话的确是为她好。瞬间就紧紧握住玉如意，直直跪了下去。臣女叩谢太子殿下抬爱，叩谢皇后娘娘恩典，日后定当恪守太子妃之责，全力辅佐太子。这一幕跟轩辕夜料想的完全南辕北辙。林婉婉每说一个字，她的脸色就黑一分，直到黑如锅底。她看都没有看林婉婉一眼，只是浑身颤抖的死死盯着我。苏雪凝，你怎么敢？我一脸茫然地看着她，怎么就不敢了？说恭贺的吉祥话又没触犯哪条刑律，别说他是太子，就是皇帝御驾亲临也挑不出我的错处。你……轩辕夜眼眸猩红，似要喷出火来。那是人的模样，仿佛我才是这段婚约的背叛者。太子，选太子妃这么重要的日子，岂能玩笑？皇后终于看够了热闹，对我的表现十分不满，虽是训斥太子，不悦的神色却始终落在我身上。苏雪凝，你是未来太子妃，就算之前跟太子闹了矛盾，也该私下里解决，怎么能在这时候赌气火上浇油？苏家就是这么教女儿的。皇后倒是个聪明的，轻飘飘一句我跟轩辕夜私下里闹了矛盾，就把轩辕夜故意折辱我的小人行径变成了我们两个人的共同错处。如此便是皇帝追究下来，也是两人一起领罚，我怎么也逃脱不了。既是逃脱不了，便要息事宁人。开玩笑，我好歹也是将门虎女，皇后从哪儿看出来我这么好欺负？皇后娘娘说笑了，臣女卑微哪敢跟太子殿下闹矛盾。至于赌气火上浇油，更是没有的事，而是真心实意为太子殿下和林姑娘高兴。我匍匐跪在地上，故意做出一副诚惶诚恐的模样，语气却是分毫不让。太子殿下既把玉如意给了林姑娘，林姑娘便是名正言顺的太子妃。娘娘适才说臣女是未来太子妃的话，臣女实在不敢当，否则传扬出去，
天下百姓岂不是要嗤笑我大周皇室朝令夕改，如同儿戏？只看皇后理直气壮指责我的模样，就明白她事先未必不知道轩辕夜会有这番骚操作，但她默认了。无他，只是想趁机敲打我。毕竟这几年太子在朝堂上的地位渐渐稳固，让他们母子傲慢地认为不必再倚靠将军府的助力。相反，是将军府需要讨好太子，来稳固我的太子妃之位。选妃宴上故意给我难堪，只是个开始。如果我打掉牙齿和血吞逆来顺受，之后的大婚流程上还会有数不清的幺蛾子等着我。且不说别的，林婉婉接了轩辕夜的玉如意，自是不能再嫁给别人。皇后必定会以保全她名节的由头，理直气壮地逼我认下她的侧妃之位。这样的委屈谁爱受谁受，反正我是受不了一点。听了我的话，皇后脸色沉了又沉。不等她再次开口，轩辕夜暴怒的声音已是先一步钻进耳朵。好啊，苏雪凝，你好得很，真是不见棺材不掉泪。既如此，就别怪本宫不给你留面子了。面子？我的面子，早在他越过我故意把玉如意给林婉婉的时候就丢尽了，捏都捏不起来。轩辕夜朝皇后拱了拱手，颇有几分咬牙切齿的模样。母后，儿臣爱慕林婉婉多年，一直是她为太子妃的唯一人选，绝没有开玩笑，还请母后成全。听到这话，我差点忍不住笑出声来。在此之前，一切还有转圜的余地。哪怕我不肯做这个太子妃，在场自有其他想要攀附轩辕夜的贵女会接这柄玉如意，她还是会有势力强大的妻族可依，无非就是比将军府弱一些罢了。可如今这番话说出口，却是半点更改的可能都没有了。他只能娶毫无家世背景的林婉婉为正妻，否则便是皇室背信弃义，沦为天下笑柄。弹幕再次热闹起来。好可怜的男主，女主怎么就不能理解他的一番苦心呢？他快气死了。女主宝宝，你可千万别误会啊，太子根本就不爱林婉婉，他心里都后悔疯了，恨不得现在就把林婉婉赶出去。只要你放下身段去求他，他连命都能给你。命？不愧是蠢货男主，竟给些没人要的玩意儿。皇后警告地瞪了轩辕夜一眼，以眼神示意他适可而止。相比于他的好蛋儿，对我这个胆敢当众反驳他的未来儿媳更加厌恶，也越发语气不善。苏雪凝，你确定要继续跟太子闹下去？你是跟太子议过亲的人，若太子当真不要你，你后半辈子便只能跟青灯古佛为伴了。What？ 我将军府独女，常伴青灯古佛？总算知道轩辕夜为何这般盲目自信了，原来是遗传了皇后。这母子俩还真是飘得不轻。然而更飘的还在后面。轩辕夜见我始终没有向他服软哀求的意思，甚至连看都没看他一眼，越发恼羞成怒。他深吸一口气，再次看向皇后。母后，依着规矩，东宫应该有一位正妃，2位侧妃，不如趁着今日把侧妃也选出来。皇后正有此意，不满的目光从我身上移开，意味深长道：确实如此，太子尽管放出眼光来挑，总有识抬举的。说着，朝身旁的嬷嬷使了个眼色，嬷嬷立刻认人捧了2个精致的玫红色团纹香囊来。轩辕夜并没有挑选的意思，只从托盘里取过一只香囊，直直走到我面前。不是，什么意思？难不成他竟敢动让我做侧妃的心思？事实证明，轩辕夜的确狗胆包天，他连地都懒得地，直接把香囊扔到我面前的地砖上。轩辕夜依旧是那副倨傲不屑的模样。苏雪凝，从今儿个起你就是姑的妾室侧妃了，以后要谨守妾室本分，侍奉好太子妃。若有半分对太子妃忤逆不敬的心思，别怪姑不顾多年情分，严惩不贷。说话时，他故意加重了妾室2字，便是要我真真切切感受到当众被贬妻为妾的羞辱。打人不打脸，轩辕夜此举简直是把我的脸面按在地上摩擦。话音落下，周围20几个秀女的目光齐刷刷落到我身上，有怜悯，有同情，更多的则是幸灾乐祸，有拿定力差的，更是忍不住嗤笑出声。毕竟之前还没见过谁家将军嫡女要在一个5品官庶女手下讨生活，也是活久见。轩辕夜依旧高傲地俯视着我，仿佛在等一个小猫小狗去蹭他的裙摆讨好。可惜他的如意算盘注定落空。
我不仅不会求他，还差点忍不住一个巴掌扇过去。也不知道自己之前眼有多瞎，竟爱上这么个人渣。见我眼睛有些红，弹幕里的人不知道我是被气的，还以为我是个陷在感情里的恋爱脑，为着轩辕叶不爱我而难过，纷纷出言安慰。女主宝宝千万别伤心，我发誓男主绝没有让你做妾的意思。只要你接下香囊，他就会立刻为你去把林婉婉手里的玉如意换回来。皇家只有利益，没有亲情，男主一直没有安全感。如果女主能不在意身份名位，跟在他身边，才是真的爱他。是啊，这只是男主对女主的一个小小考验，只要通过了以后，都是相亲相爱的甜蜜日子。为什么总有些傻逼喜欢考验别人的感情？殊不知，当他迈出故意试探这一步时，所谓的感情就已经变质了。众所周知，变质的东西不能要。思绪飞转间，我眼眸中已是蓄满了眼泪，只是倔强的不肯落下来。承蒙太子殿下错爱，臣女愧不敢当，还请殿下收回成命。轩辕叶心胸狭窄，打定主意让我受妾室之辱，就是要报我刚刚不肯服软之仇，却没想到我竟明晃晃拒绝。他气得指尖都有些发抖。苏雪凝，你好大的胆子，竟敢违抗姑的旨意！我并不理会他往我身上扣的黑锅，只不卑不亢道：臣女福薄，担不起太子殿下的看重，请殿下另择高明。苏雪凝，你身为世家贵女，却忤逆随性，毫无文雅端庄之态，连婉婉一个脚趾头都比不上，姑给你个侧妃之位，已是格外抬举，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轩辕叶一双黑眸死死盯着我，仿佛我才是那个背信弃义的恶人，当真虚伪无能又可笑。许是事态完全出乎了意料，弹幕再次叽叽喳喳起来。男主真是死鸭子嘴硬，明明担心女主不要他担心的都快哭了，却还说这种气话。女主千万别信这些鬼话，她后悔死了，要不是人太多，都恨不得给自己2巴掌。是啊是啊，男主就是太幼稚了，女主千万别跟他一般见识，只要乖巧服软，保证把他拿捏得服服帖帖。女主宝宝，咱们大度些，别跟男主怄气了。弹幕里的人你一言我一语的替轩辕叶解释开脱，急得恨不能冲出屏幕。我却只觉得好笑，真不知道有些男人犯的什么贱，天天正事不干，只琢磨着如何让女人乖巧服软。乖巧你大爷！心里一肚子脏话骂不出口，看着轩辕叶那张再熟悉不过的脸，胃里竟是翻江倒海，直犯恶心。好好一个人，怎么突然就烂了呢？这样的想法才闪过脑海，就被我否决了。没有什么东西能一下子烂掉，轩辕叶早就烂透了，只是之前掩饰的太好，我没能及时察觉罢了。倒要感谢他在选妃宴上闹出这番幺蛾子，若是成亲后再现出原形，我的处境只怕会比现在糟糕100倍。毕竟从开国至今，大周皇室还没出过合离的太子妃，一旦成亲，我就算再不愿意，也只能跟轩辕叶蹉跎到死。两害相权取其轻，想着自己已经规避掉了那般凄惨的后果，眼前这点小小的苦难简直不值一提。我并不畏惧轩辕叶的羞辱威胁，只迎着他恼羞成怒的目光，不卑不亢。诚如太子殿下所言，臣女自知才疏德浅，不堪入东宫。若姑执意要你做妾呢，你还敢抗旨不成？难不成将军府看不起皇家，存了谋反的心思？轩辕叶的语气中带着十足时的怨毒，像一条毒蛇正对着猎物疯狂吐信子。更别说你早就成了姑的人，难道还有人敢捡姑不要的破烂？唯恐对我的羞辱不够，在说到破烂2字时，轩辕叶还不怀好意地嗤笑几声，让所有人都以为我早已婚前失贞。女子贞洁胜过性命，若我当真不顾闺阁贵女的体面，婚前委身于轩辕叶，后半辈子就真得跟青灯古佛为伴了，就算父亲想保我也保不住。难怪皇后刚刚警告我时如此信誓旦旦，原来打的这个主意恶毒至极。果然，这次迎接我的不仅仅有窃窃私语，更有闺女们毫不掩饰的嫌弃和低骂声，骂我不知廉耻。竟有此事！皇后似乎感受到了我眸中掩饰不住的恨意，越发得意的要拿捏我。哪怕是给太子做妾，也得是清清白白的姑娘，容不得半点马虎。嬷嬷带苏小姐下去验验。以轩辕叶母子恶毒的心思，
我若被拉下去强行验身，稍稍在工具上做手脚，该有的清白也没有了。到时候便是全身都是嘴也说不清楚，将军府还要担一个教女不严之责，连累父亲在官场上被人嗤笑，绝不能。不过须臾，2个满脸横肉的嬷嬷已经不怀好意的过来要抓我的手腕，若被他们抓住，我必定挣脱不开。说时迟那时快，为了保住自己和将军府的名声，我飞快后退一步，扬声道：我苏氏一族早有祖训，族中女子哪怕终生不嫁，也绝不与人为妾，更是绝不会有婚前失贞之举。太子殿下为了逼迫臣女为妾，不惜信口雌黄，玷污臣女清白，逼迫臣女违背祖训，臣女只能一头撞死在这大殿上，以正苏氏风骨。说罢，决绝地朝着不远处的柱子撞去。谁都没想到我会如此刚烈，一时之间都傻了眼。还是皇后先反应过来，厉声喊太监宫女去拦我。他们母子此举是为了逼我做妾，不是为了逼死我。轩辕夜临时更换太子妃人选，本就是背信弃义之举，若在当场逼死我，无异于公然跟整个将军府为敌。真到那一步，他的前程就算彻底废了。皇后绝不会允许这种事情发生。人在怒极之时，往往会迸发出强大的力量。2个嬷嬷一时竟拦不住我，我越发委屈地扯着嗓子大喊，让我去死。宫里从来都不是铁板一块，选妃宴上的事很快就会透过后宫各处安插的眼线传出去。我就是故意把事情往大了闹，轩辕夜不仁，就别怪我不义。事情闹得越大，他的名声毁得越厉害，在朝堂上就越不得人心。毕竟世家大族向来同气连枝，他今日能背信弃义逼妻为妾，明日就能2面3刀对扶持他的朝臣痛下杀手。没有人敢倾尽全力扶持这样的主子。皇后使了眼色，命令嬷嬷把我拖进屋子里。只要进了屋子，我的清白就算完了。难道真要无辜遭此大劫？正自绝望时，却听一道玩世不恭的声音慢悠悠从身后响起：恭喜太子哥哥觅得佳人，着实让本王羡慕。能在皇后和轩辕夜面前这般随意没有规矩，全天下只有一个人，便是皇帝最宠爱的3皇子陈王轩辕龄。母亲封为陈妃，儿子封为陈王，可见这母子俩真是皇帝心尖上的人，谁也比不得。皇后脸色原本就不好，见到轩辕龄那一刻更是难看的厉害。哪怕静怡深宫多年惯会演戏，也足足用了数秒才重新做好表情管理。皇后不能骂轩辕龄，弹幕里已经有人热火朝天的帮他骂了。我靠，大反派可真恶心，专挑这时候来看男主笑话。是啊，谁不知道他爱慕女主已久，可惜女主眼里只有男主，这么多年连眼角余光都没给过他半分。呸呸呸，他哪里是爱慕女主，分明是就喜欢抢男主的东西。女主宝宝可千万别被大反派骗了，男主登基后第一件事就是弄死他。眼前的弹幕还在快速跳跃，信息量太大，一时有些消化不过来。陈王爱慕我多年？不，这不是重点，重点是，呸，你才是轩辕夜的东西，你全家都是东西。轩辕夜对轩辕龄的恨意比皇后有过之而无不及，且没有皇后那般会忍耐，又或者说他飘了，认为自己已经羽翼丰满，无需再忍耐任何。是以冷着脸蹙眉道：姑的选妃宴，3弟招呼都不打就闯了进来，可是不把姑这个太子放在眼里。轩辕夜一开口，就给轩辕龄扣了个不敬储君的大帽子。也对，轩辕夜和轩辕龄早已势同水火，生怕寻不到对方的错处。如今既有机会，自然攻击的不遗余力。我抬眸，仿佛不经意般瞥了轩辕龄一眼。陈妃受皇帝盛宠多年，在后宫里自然有耳目灵通，想来这选妃现场早早就被轩辕龄安插了眼线。听到这样荒诞又劲爆的离谱消息，轩辕龄迫不及待地赶过来凑热闹。许是跑得太快，连头上的玉冠都跑松了。轩辕龄并没有被轩辕夜冷冰冰的质问震慑到，面上反而越发笑盈盈。太子哥哥这说的哪里话，臣弟对您最是敬重不过，但咱们之间并不仅仅只是君臣之分，更应该亲昵友爱，兄友弟恭才是。难不成在太子哥哥心里，竟是分毫不顾及手足之情吗？这话就有意思了。从古到今，皇帝最害怕自己的继任者是个冷血狠戾之人，
无他，皇位只有一个，但皇帝的儿子却不止一个，必须要挑选出一个心地良善的新君，才能保证100年之后，自己其他的儿子们也都能有一条生路。殊不知，前朝某位荣宠一生的皇后，就因为在皇帝七夕奄奄拉着他的手托孤时，昏了头的表示，待自己儿子继位后，必要把老皇帝其他儿子全部杀光，让老皇帝一怒之下硬撑着最后一口气活了过来，把狂妄的皇后、太子一脉悉数清理干净，重新培养了仁厚的庶子为继承人。轩辕夜若敢表现出半分毫不顾及手足之情的意思，在皇帝心里的分量必定大打折扣。更何况他原本就不是皇帝最中意的儿子，绝不能有半点道德瑕疵。轩辕夜怎么都没想到，自己这忤逆不敬的帽子没扣成，反而让对方扣了一顶更大的帽子下来，脸色更僵硬了些。好在他没有继续犯浑，硬邦邦道：“自然不是，孤正是因为疼惜三弟才格外严苛些。所谓爱之深责之切，不是吗？臣弟自是明白太子哥哥的好，这才特意过来庆贺太子哥哥和林小姐喜结良缘呢。”轩辕灵丝毫没有因为轩辕夜不善的态度恼怒，反而直接顺坡下驴。臣弟早就听闻太子哥哥跟林小姐彼此倾心，情深意重，几度发誓非他不娶，原以为是谣传，没想到当真如此。听到轩辕灵的话，弹幕里顿时骂成一团。靠，这该死的大反派胡说什么？我们男主什么时候对林婉婉那个绿茶白莲花情深意重了？就是啊，林婉婉存在的唯一作用就是让女主吃醋，男主从来没正眼瞧过她。睁眼说瞎话的拆我们 CP， 活该他不得善终。CP， 我虽然第一次听这个词儿，但稍稍思索还是能明白什么意思。老娘跟轩辕夜那个人渣是仇敌，不是 CP， 别来沾边儿。轩辕灵看不到弹幕，自然也不知道自己这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陈王殿下，不过就是个人人厌恶的炮灰。他招招手，从身后累得气喘吁吁的小太监捧着的托盘里拿过一对龙凤玉佩，递到林婉婉面前。太子哥哥毫无门第之见，只求跟心爱之人倾心相许，实为天下男子楷模。不止臣弟佩服，连父皇也佩服得紧，特意让臣弟送来贺礼。听到这话，轩辕夜脸上仅剩不多的血色瞬间退了个干干净净。轩辕夜跟我虽然是口头婚约，但也是在皇帝面前过了明路的，否则不可能维持这么多年。皇帝得知他如此荒诞的行为，非但没有训斥阻止，反而赐下龙凤玉佩，意味着无论皇帝是愤怒还是平静，眼前之事都再没有任何转圜余地了。他这次真闹大了。轩辕夜脸色比锅底还黑，现场的气氛更是出奇的诡异。饶是因吻压我一头而得意满满的林婉婉也意识到不对劲，一时愣是没敢去接玉佩。还是轩辕灵笑盈盈的提醒，太子妃娘娘还不快接父皇赏赐，难不成是对这赏赐不满意？林婉婉哪里敢担这么大的罪名，连忙跪到地上，双手接过玉佩，叩谢皇帝赏赐。你……轩辕夜坚信这一切都是轩辕灵搞的鬼，恶狠狠地瞪着他，只恨不能把他身上瞪出几个洞来。皇后一时阴沉着脸，看着这母子俩玩脱了的滑稽模样，我把这辈子难过的事都想了一遍，才勉强忍住没笑出声来。那句话怎么说来着？轻贱别人者，最终亦会被人所轻贱。他们现在遭遇的一切都是应得的。直到这会儿，轩辕灵才仿佛刚刚察觉到我的存在一般，诧异地瞪大眼睛。苏小姐这是怎么了？谁这么大胆子，光天化日之下在宫里折辱你，真是无法无天，当父皇不在了吗？这话是对我说的，实际上却在骂皇后和轩辕夜。我受了这么久的委屈，顿时像是找到宣泄口般，泪如雨下，直至嚎啕大哭，不管不顾的再次要去撞柱子。无论弹幕里说他爱慕我多年是不是真的，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这话却是假不了。我必须在轩辕灵面前表现的要多惨有多惨，皇帝或许不相信我，但必定会相信这个最受宠的儿子。轩辕夜母子绝对讨不到好。就在殿内再度闹成一团的时候，太监尖锐的声音传入耳中：皇上驾到。很快，一道明黄色身影进入大殿，众人纷纷跪地行礼。皇帝淡淡扫了眼殿内众人，脸色显然不怎么好看。轩辕灵却半点也不害怕，自顾自走到皇帝身边，长长呼出一口浊气。
父皇您总算来了，若再来迟片刻，苏大小姐可就活不成了。说着如闲聊玩笑般，把刚刚发生的一幕说了。轩辕灵是个口齿伶俐的，基本没有说漏什么，也基本没有偏颇。但因着详略得当，恰到好处，我自然就成了一个被皇后太子极尽羞辱的可怜女子，差点触柱身亡。皇帝脸色沉了又沉，面带怒色地瞪着轩辕叶和皇后，但到底什么都没说，只笑骂了轩辕灵一句：“你这小子惯会夸张，哪儿就那么严重了？我刚刚那一撞虽然只是置之死地而后生，并没有真想死，但如此折腾一顿，发髻已是有些松松垮垮，脸上精心描绘的妆容也被泪水涂花，倒真是怎么看怎么惨。这些年我时常进宫，皇帝待我也算不错，抬抬手示意我起来，待我上前几步，方才和颜悦色道：‘您丫头，朕知道你受了委屈，此事是太子的过错，朕自会为你主持公道。这几年我对轩辕叶的感情，皇帝亦看在眼里。言外之意，只要我愿意，这太子妃之位还可以是我的。养不教父之过，皇帝也不想担个教子无方的罪名。皇上言重了，太子殿下跟林姑娘两情相悦，臣女真心为他们欢喜。无论现在还是以后，都绝不会掺和其中平白讨嫌，还请皇上成全。当真，千真万确，臣女叩谢皇上恩典。只要我谢恩谢得快，皇帝就不能反悔。既如此，你跟太子的口头婚约就此作废。太子信口雌黄攀污你清白，朕会罚他3年俸禄，禁足1月，以儆效尤。父皇，轩辕叶彻底傻了眼，脸一跪下想要说什么，却被皇帝一记寒刀眼瞪了回去。这样的责罚已经是重拿轻放，若再闹得沸沸扬扬，便是有损皇家尊严，后果只会更严重。之后，皇后也被罚了禁足1月，并剥夺后宫之权，之后宫里的一切皆由陈贵妃负责。陈贵妃跟皇后分庭抗礼多年，如今皇后挨罚失权，以后怕是再难以跟陈贵妃相抗衡。这对我，对轩辕灵来说都是好事。父皇英明。轩辕灵迫不及待地拍着皇帝的彩虹屁，随后又故意叹息：太子哥哥都有了太子妃，而臣的陈王妃却迟迟没有着落，看来父皇是想让儿子一辈子打光棍了。你这臭小子，成天就知道胡说八道。因着太子之位没能如愿给轩辕灵，皇帝总觉得亏欠这个儿子，对他向来有求必应，含笑道：你看上哪家姑娘，尽管跟朕说，朕给你指婚就是。轩辕灵目光落到我身上，语气带着前所未有的凝重。而臣心悦苏大小姐已久，太子哥哥不识珠玉，让苏大小姐受了这么大委屈，咱们皇家自然要好好待她，把她指杆臣做王妃正好。轩辕叶怎么也没想到轩辕灵会说出这番话来，几乎气得吐血。你做梦，宁儿才不会嫁给你。看着因为愤怒而丑陋万分的轩辕叶，再看看不卑不亢霁月风光的轩辕灵，我一字一顿道：回皇上的话，承蒙陈王殿下厚爱，臣女愿意。将军府手握重兵，势必要跟皇室紧紧绑在一起。我嫁不了轩辕叶，必定要嫁给其他皇室子弟。纵观整个皇室，再没有比轩辕灵更好的选择。他对我有情更好，若没有，只要给予我亲王正妃应有的尊重，我也能过得很好，总比在轩辕叶身边时不时受辱强得多。对此，皇帝自然乐见其成，不顾轩辕叶和皇后的反对，当即拍板：就这么定了，朕这就给你们2对新人拟制赐婚。我暗暗松了口气，跟轩辕灵跪在一起谢恩。宫中规矩森严，我既已是未来陈王妃，便要时刻遵守皇家规矩。内务府派了亲王妃规格的轿辇，又派了长侍嬷嬷并几个宫女风风光光地送我回将军府。路上轩辕叶不止一次想要上来拦，但都在没进我身之前就被拦了回去。倒是同为待嫁女眷的林婉婉能跟我凑得近些，她挑了挑眉，炫耀之情溢于言表。苏小姐盼了那么多年的太子妃，最终却只得到了陈王妃之位，实在可惜，谁让太子殿下只钟情于我一人呢？看着林婉婉得意洋洋的模样，我实在没忍住，扑哧一声笑了出来。林婉婉，你这太子妃之位是怎么得来的？别人不清楚，你自己也要装糊涂吗？他并不是傻子，很清楚自己能拿到这柄玉如意是轩辕叶故意跟我赌气的结果，可高傲的他绝不会承认，
甚至还执意在我面前炫耀这份根本就不存在的爱，真是可怜又可笑。你，林婉婉不愧是轩辕叶选中的人，跟轩辕叶一样不中用，连句实话都听不得。我懒得再跟他废话，施然上马车离开。只有林婉婉恶狠狠却底气明显不足的挑衅声从身后传来：苏雪宁，我们走着瞧，看谁能笑到最后。笑到最后，也是，无论他现在是什么身份，只要轩辕叶来日登基为帝，便是名正言顺的皇后，自然能稳压我这个亲王妃一头。可惜，我绝不会允许轩辕叶那种背信弃义的小人坐上那只高之位。无论胜算是多是少，都要奋力一搏。父亲得知选妃宴上的惊险一幕，气得几乎吐血。之前多么不遗余力地帮助太子，如今就多么不遗余力地给他使绊子。不过几天功夫，朝堂上因为各种原因参奏太子的奏折就堆成了山，白纸黑字的证据不容辩驳。皇帝大怒，接连多次降罚于太子，甚至在人前不顾情面的严厉训斥。之前那些一力主张力敌的大臣见太子如此不堪大用，亦没有再在礼法上跟皇帝辩驳。这在之前是从未有过的事，也意味着轩辕叶的储君之位摇摇欲坠。半月光景转瞬即逝，为了不再沾上轩辕叶那晦气的渣男，我以准备嫁妆的目的在府中闭门不出。轩辕灵时不时就以田庄的由头，让人变着法的过来送东西，珍贵的珠宝首饰、古玩玉器、田庄店铺等等不一而足，甚至还有他家王府的地契，直接把家底都掏空了，看得我哭笑不得。人心情一好就会松懈，一松懈，轩辕叶就有了可乘之机，竟神不知鬼不觉地溜进了后院。宁儿，这么多年我爱的一直都是你，我对你的爱从未有一刻改变过。短短半月不见，轩辕叶憔悴清瘦了许多，原本合身的锦袍穿在身上已是晃晃荡荡。他急切地冲过来牵我的手，被我弹射后退麻利避开后，眸中的痛楚更甚，连声音都哽咽了。宁儿，我错了，选妃那日我并非不想把玉如意给你，只是想试探一下你对我的心意，这才故意做出看中林婉婉的模样。你无论服软求我还是气不过闹僵起来，我都会改变主意。可你竟然一点都不在乎，还笑盈盈地恭喜我，你实在气不过，又继续试探我，逼我做个侧妃，一辈子在林婉婉手里讨生活。不是的，那都是我气糊涂了说的气话，我那么爱你，怎么会真让你委身为妾？你会？迎着轩辕叶越来越慌乱的眼神，我扑哧冷笑出声。你希望我乖巧服软，像条狗一样对你言听计从，让我屈居林婉婉之下，便能狠狠羞辱打磨我的性子，直到我变成你满意的柔软模样为止。轩辕叶自信地认为我永远逃不出这副棋盘，想气定神闲地做个执棋人，把我打磨成能够让他随意拿捏的趁手棋子。没成想我直接掀了桌子。这些日子，在我有意无意间的故意宣扬下，轩辕叶在选妃宴上对我的所作所为，京城里传得人尽皆知。将军府与陈王联姻，更是数次谢绝轩辕叶登门道歉，以后在朝堂上的态度显而易见。更何况故意毁别人家女儿清白的行为，无异于故意杀人。将军府和东宫已是不死不休之局，眼瞅着大好前程就要一朝散尽，轩辕叶自然追悔莫及。这般想尽办法来向我认错，与其说是深爱我，不如说是为了保他的地位。可后悔又有什么用呢？我现在只希望他死。苏雪宁，你知不知道自己这般伶牙俐齿的模样有多让人厌恶？你若能有婉婉一半温顺，我也不至于出此下策来气你。轩辕叶并不是什么好脾气的人，见自己降贵于尊的认错，我却始终不为所动，他再次变回恼羞成怒的模样。你以为轩辕灵爱你吗？他不过是把你当成对付我的棋子罢了。轩辕灵区区一个数字，根本不是我的对手。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乖乖回到我身边来，否则可别怪我不留情面，让你给轩辕灵陪葬。皇上向来最看重亲情，太子殿下对亲兄弟这般喊打喊杀的，万一传到皇上耳朵里可不好呢。留下这句轻飘飘的话，我转身就要回屋，却被轩辕叶一把扯住。他把我扔在软榻上，粗鲁的就要撕扯我的衣服，狰狞如魔鬼。你是我的人，你只能是我的。他用了10足10的力气，
我一时挣扎不开，正准备孤注一掷，抬脚往他命根子上踢，却见轩辕叶身子一软，直直倒了下去。轩辕叶倒下，露出他身后那张冷漠杀伐的脸。那人跪到地上自报家门，属下是陈王殿下的暗卫，陈王殿下把属下送给了王妃，从今天起王妃就是属下唯一的主子。说着，他不顾我还在愣愕中，再次道：此等宵小之徒对主子图谋不轨，该如何发落，还请主子示下。宵小之徒，也对，皇家暗卫自幼接受着最严苛的训练，心里只有一个主子。他既是轩辕陵的暗卫，轩辕陵之外的其他任何人在他们眼里都没有任何区别，哪怕是皇帝皇后，更别说区区太子。皇家暗卫乃是万里挑一的珍贵死士，通常只为皇帝一人服务，其他人身份再尊贵也染指不得。可见皇帝早早给最宠爱的儿子做了最后的打算，哪怕日后有任何变故，2个武功高强的暗卫也能保他一命。那他上辈子是怎么死的？这样的疑惑注定得不到答案，我也不去纠结那些尚未发生之事，只淡淡道：你叫什么名字？属下既已成了王妃的人，自当由王妃命名。原来如此，那就叫苏萧吧。我干脆利落地给暗卫赐了名，随后吩咐道：把轩辕叶扔回太子府，若是他再来骚扰我，就让他变成太监。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轩辕叶来找我的事必定有人知晓。如今尚不到痛打落水狗的时候，先记下这一笔，待他彻底大势已去时，再一并清算即可。是。暗卫躬身行了一礼，像拖死狗一样把还处在昏厥中的轩辕灵拖了出去。许是见不得他们的亲亲男主太惨，沉浸许久的弹幕再次热闹起来。女主也太狠了吧，怎么能这样对待男主？女主千万别被轩辕灵骗了，他根本就不是真心爱你，只是利用你而已。是啊，恶毒反派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他只是想夺男主所爱，女主宝宝千万不能让他得逞。是吗？都说轩辕灵并不爱我，可在定下婚约当日，他就把自己名下所有的财产都跟我交代得清清楚楚，甚至把皇帝破例赏他的2个暗卫分了一个给我。那种毫无保留的信任做不得假，感觉比语言直观得多。如果一个人口口声声说爱你时，你最好能够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他的爱，否则便是无稽之谈。轩辕叶这种时时刻刻想着羞辱打压心爱女子的所谓男主，谁愿要谁要吧，反正我是不要。跟之前千篇一律为轩辕叶解释求情的弹幕不同，这次难得有人提了反对意见。不是吧，你们到底什么三观？男主想强迫女主啊，一个强迫犯有什么可怜的？要是我，当场就没收他的作案工具。就是这个年代早就不流行强迫犯男主了，滚远点别挨着。还是大反派好，处处体贴入微，诚意十足，我决定封他为新男主。原来弹幕里还是有正常人的。无论出于什么原因，轩辕叶到底没敢再来纠缠我。圣旨已下，无论他心里有多后悔，要面对的局面有多狼狈，都得迎娶林婉婉为太子妃。虽说轩辕叶的实力大不如前，但到底还是储君之尊，婚礼还是办得风风光光，热闹非凡。林婉婉的嫁妆足足有200多台，一路从街头延绵至巷尾，极尽风光。然而明眼人都知道，以林太傅的家世，绝不可能拿得出这么多嫁妆，其中1多半都少不得是虚台。听前去喝喜酒的人说，太子殿下全程都黑着脸，半点笑意都没有，不知道的还以为娶了仇人。我听了只一笑而过。路是他自己选的，跪着也要走下去。轩辕叶在我这里受到重创，终于让皇后意识到我是真不会回头了。皇后没有办法，只能另寻世家贵女入东宫为侧妃，来巩固太子的地位。虽说轩辕叶不嫌弃林婉婉卑微的出身，执意许以正妃之位，让许多人称赞有情有义，但也只不过是几句无关痛痒的称赞罢了。世家大族都是人精中的人精，自然能看出来太子是个感情用事、毫无远见之人。难堪储君大任，被皇帝厌弃只是迟早的事。如何肯让自己金尊玉贵娇养着的嫡女屈居林婉婉这个毫无实权的太傅庶女之下？倒是有几个世家大族想把女儿嫁入瑞亲王府为侧妃，被轩辕灵毫不犹豫地拒绝了。提及此事，轩辕灵愤慨不已。
那些人可真会看人下菜碟儿，才拒绝了皇后就找上我，要让皇后知道，还不得气疯了。见我神色如常，他的语气不由添了几分不悦。人家都明目张胆的往我身边塞侍妾了，你怎么一点都不生气？还没成亲你就不在乎我了，渣女！这恶毒反派未免也太情绪化了些。还能怎么办？自己选的人，自己哄着呗。我跟轩辕铃的婚礼办得风风光光，比太子大婚热闹了不知多少倍，连皇帝都携贵妃亲自来观礼。亲疏显而易见，轩辕烨似乎受了刺激，在朝堂上手腕越发狠厉，大有弄不死轩辕铃绝不罢休之意。轩辕铃也不再退让，强势反击。轩辕烨如今太过势单力孤，很快就败下阵来。之前保荐官员收受贿赂等等罪证被直接呈送到皇帝面前，甚至还不止一次派人刺杀轩辕铃。若非轩辕铃命大躲了过去，这会儿已经转世投胎好几年了。皇帝震怒，当即下旨废了轩辕烨太子之位，降为代王，幽禁代王府，终身不得出。皇后前去勤政殿请罪，却趁着皇帝不备，孤注一掷行刺。皇帝虽然只受了轻伤，但皇后手里攥着的发簪上抹了剧毒，两人皆中毒，奄奄一息。驾崩前，皇帝拟了遗诏传位于轩辕铃。最终，我还是成了这大周朝的皇后。立后大典办得隆重而盛大。大典结束后，有小太监来报，说废太子轩辕烨想见我一面。我想了想，最终还是答应了。代王府距离皇宫不远，坐着马车不过一盏茶功夫就到了。不知是不是我身上隆重的皇后朝服太过晃眼，轩辕烨看着我怔怔了好久。我也没有催促，只自己寻了个石凳坐下。因这是幽禁，代王府里并没有伺候的下人。至于林婉婉，早在轩辕烨被废弃的时候就一纸和黎叔打发走了。好一会儿，轩辕烨终于回过神来，脸上满是苦笑。姑输了，输得彻彻底底，这条命也要到头了。皇上不值得为你背上手足相残的名声，自然遵循先帝之命，让你在这代王府里了此残生。我最后看了轩辕烨一眼，转身离开。我们之间早已无话可说了。从别院出来，抬眸便看到了候在外面的轩辕铃。我的唇角不知不觉勾起一抹温柔的笑意。不是在勤政殿处理政务，怎么这时候过来了？轩辕铃回给我一抹同样温柔的笑容。好些时候不见，想你了。全文完，皮皮听书，感谢您的观看，我们下个故事再见。